本期视频来说一下安卓自动化测试时查找元素的一些相关的内容。一般情况下，做 UI 自动化基本上是对界面上的元素进行操作，然后去判断这个结果是否符合预期的一个过程。先来看一下 UI Automator Tool 这个驱动支持的一些查找元素的方法。分别有 ID， 还有 Accessibility ID， 还有 Class Name， 以及这个 Android UI Automator， 还有 Toolpath， 差不多就是这几个。这个 ID 通常是指元素的标识，原本应该是具有唯一性的，但是现在很多的组件都是复用的，所以也会出现一些就是同一个界面有多个元素的 ID 是一样的情况。然后这个 Accessibility ID 呢，最初是设计用来支持辅助功能的，比如说视障人士的这个读屏功能。后来发现，在自动化测试中，通过这一个去查找元素是非常方便的，所以也成为了重要的元素查找方法之一。然后这个 class name 代表的是元素的类名，一般呢就是说，表示这个元素它是属于哪种类型的组件，比如说是按钮啊、输入框之类的。然后这个 Android UI Automator 的话，说到这一个查找方法，我们去看一下之前有一期提到的这个 Appium 的框架原理。在这个地方，这个 Appium Settings 这个辅助 APP， 它其实包含了这个 UI Automator Tool Server。而这一个 UI Automator Tool Server 呢，它又是对这个 UI Automator 的一个封装。然后这个 UI Automator 的话，它是安卓系统自带的一个测试框架，所以呢，其实就是在这里的这一个 Android UI Automator 的这个查找元素的方法，它是对这个 UI Automator 里面的这个 UI Selector 这个定位元素的方法的一个映射。所以如果用这个方法去查找元素的话，它这里的这一个值，它的写法呢是遵循这个 UI Automator 里面这个 UI Selector 的定位方法的一个语法。最后这个 Toolpath 方法，就如果有做过 Web 自动化的，应该会比较熟悉。Appium 本身有一个获取界面信息的 API， 就是那个 Page Source， 它会生成一个 XML 的树。Toolpath 就是这个树中元素的一个查找路径。现在来看一下 Appium Inspector 这个查看元素的工具。这一期呢，我们用这个安卓系统自带的这一个设置 APP 来做一个演示。这里的话就是它相应的包名和启动活动名。Appium Server 我是已经启动了的哈。像这里可以看得到，它就是一个树形结构，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获取到的这个界面的一些元素信息。随便点一个，比如说这个搜索框，
这里可以看到这个查找方法以及相应的一些值。比如说，如果我通过 ID 去查找它的值就是这一个。然后这个XPath 的值，可以看到这里除了这一个顶层的这一个，这里每一个节点依次就是从上往下，这里一层一层的这个节点，每个节点的一个标签，就是查找这一个元素的一个路径。当然了，实际测试中是基本上不会这样子去构造这一个XPath的值的。如果我像这样一层层往下找的话，一旦中间这里某一些元素发生了变化，或者是层级发生了变化，这个查找元素的方法就失效了，非常不利于测试代码的维护。这个XPath的写法，如果不是很了解的话，可以自己去学习一下相应的语法。构造XPath的时候，经常会用到一些通配符，以及结合元素的一个或多个属性来精确定位元素，并且提高稳定性。不过这里有提到 UI Automator 2 Server 的不同版本，它是支持不同的这个 XPath 语法的。就从 4.25 开始支持 1.0 和 2.0 的语法，在这之前的话呢，是只支持 1.0 的语法。我这里已经提前准备好了，就是通过这一个命令，可以去查看一下这个 UI Automator 2 Server 的一个版本 hub。这里是 5.14， 可以看到是比这个 4.25 要大的，所以我这里它是支持 1.0 和 2.0 的语法。然后这里呢，有一个速度的排名，就是查找速度的排名。不同的查找方法，它查找到元素的这个速度也不一样。像前面这里的话是5星，是比较推荐的。然后接下来这个是4颗星，这个是3颗星。不过也不一定所有的情况都是适用，就是说你按这个方法去查找，它不一定就会比这个方法的要快，还要根据具体情况来看。好，现在接着看这个工具。刚刚说到这2个查找方法，然后如果是 class name 的话，就是这一个，它的值就是等于这一个类名。至于这个 Android UI Automator 还有 XPath 这个方法，等会会在代码里面进行演示。这个还是在之前的示例的基础上去改写的。这里被测的 APP 呢，变成了这个系统的设置 APP， 所以这个 package 和 activity 也要相应的修改一下。然后我提前准备了几个测试用例。这个是通过 ID 去查找搜索框，并且去点击它。这是通过类名去查找搜索框，然后点击。这个是通过 Android UI Automator 去查找这个应用和通知这一项，然后点击。这个同样是通过 Android UI Automator 去查找，不过呢，
这里是首先去滚动界面，然后去查找到这个系统这一项，再对它进行点击。这个用力的话是为了演示，就是没有滚动界面的情况下，就是某一项它如果没有显示在可视区域的话，你是去查找它的时候会失败。好，这个是通过XPath方法去查找这个电池这一项。最后这里的话，这个是演示查找一组元素，可以看一下这个查找的方法，前面的每一个都是这个 find element 是查找单个元素，用这个方法去查找的时候，如果有多个匹配项的话，它只会取第一个匹配的元素。那么这一个 find elements 这个是复数，它查找到的是一组元素，是不能直接对这个查找结果去操作元素的。我这里是便利了这一个列表，去打印它列表中的每一个匹配的元素的一个文本，然后最后呢去点击第一个匹配项，这里下标是0，代表的是第一个元素，第一个匹配的元素。好 ，Appium Server 我之前已经启动了，现在依次去执行一下，看看结果。我这里是单个去运行的，方便查看对应的结果。点击搜索框，测试通过。再看第二个，也是查找点击搜索框，测试通过。这是查找应用和通知。好，滚动查找没问题。这个是没有滚动的，它去查找这个关于模拟设备，可以看到这一项并没有显示在可视的区域，所以它是会执行失败的，跟预期的一样，测试失败。它这里说的就是这个地方失败了，就是查找这个元素的时候找不到。OK， 继续执行。测试通过。最后这一项，刚刚可以看到它是有点击了一项，那我这里打印出来它找到的匹配的元素，有这个
分别有这几项。其实就是你打开这个界面之后，就可视区域内的这一个，因为我这里查找的话是根据这个 ID 去查找，就是这个 title 一个标题，但是这里的话呢，它每一个基本上每一项它都是包含这个标题的，所以它就找到了一组元素。最后对第一个去点击，所以刚刚他点击的是这里第一项网络和互联网。OK， 这一期的视频就先到这了，下一期应该会讲一下这个 Android UI Automator 这个查找方法，具体是怎么去构造的。觉得有用的话呢，可以关注一下。下期见了，拜拜。